Hello，歡迎大家收睇金金貓模型頻道。今集嘅主角就係 V100系列啦，出巡於 TV 版2727高達嘅龍飛啊。咁又係陪你青山精系列。呢盒龍飛都好多人搶嘅。咁我玩翻高達模型接近3年，係未曾正式喺香港各大模型鋪見過呢一盒模型嘅。大家估下我朋友喺2016年係以乜嘢價錢買入嘅？係199蚊啊！相信未來就算再版都好難以呢一個價錢買入噶啦。咁而家嘅炒價就係350蚊。保釋貼紙就係我左手邊嘅一小張，而右手邊嘅一大張貼紙我就唔用啦，轉用副廠圓形綠色貼紙用喺眼上面嘅。咁但係我今次呢，就選擇用呢一件細嘅透明綠色件啊嚟作為龍飛嘅眼。咁先搽上膠水。有啲朋友會剪一張銀色嘅反光貼紙黐喺個眼上面嘅，咁令反光嘅效果更加突出。咁不過我今次就唔做呢一個步驟啦，純粹黐透明綠色件上去。我相信有好多師兄係會做得比我更加好嘅。呢一件零件突出嘅裝位剪落嚟嗰陣一定要注意，好大機會會錯手剪錯嘅。唔知道各位朋友有冇砌過舊版本嘅1:144龍飛呢？左下角嘅呢張相，大家有冇印象啊？當年頭部採用左右夾，中間一條大縫，咁由頭頂去到個嘴。雖然呢個 V100龍飛頭部中間都係有縫，咁不過外觀比起1986年嘅1:144版本已經進化咗好多噶啦。咁當然要求高嘅師兄可以考慮做埋無縫啦。呢個 V100龍飛大約用咗1日時間製作，咁我都係一半簡單嘅滲線同埋磨件就搞掂啦。今次嘅組裝過程都非常有砌 MG 模型嘅感覺，分件都算做得充足噶啦。最大嘅缺點，好多黑線都比較淺，咁我都花咗一啲時間去加深。V100系列嘅模型成日呢都會帶俾人一種關節軟嘅感覺嘅。不過呢個 V100龍飛相比起遲咗幾年先至出嘅陸雞，反而就更加穩陣啦嚇。咁大家唔好忘記，龍飛係變形合體嘅機動戰士嚟嘅。佢嘅配件唔多，除咗激光劍之外，呢兩個接駁身體同埋底座嘅配件非常重要。咁一陣間變形會用得到嘅。說明書表示頭部嘅眼睛係可以轉動嘅，但係就要拆咗個頭殼頂啦。我估有師兄呢對呢一個 V100嘅龍飛可動係有興趣嘅，咁所以我都試俾大家睇。龍飛嘅頭部可動真係唔多，左右轉向係得好少嘅啫，低頭同抬頭就冇噶啦。身體同埋腰部嘅轉動角度都係冇嘅。心口呢個駕駛艙位要先拉起裝喺腰部嘅黑色零件，先至可以將成個駕駛艙拉起。咁但係有時就比較鬆啦，好容易跌件嘅。背脊嘅兩對翼成組可以向上提起，雙翼都有一啲擺動角度嘅。身體嘅分件就係眼前呢啲啦。呢一件裝喺心口嘅黃色件，我勸大家剪咗出嚟磨一兩下就好啦。咁因為嗰啲尖角真係好幼啊，太大力磨就會好容易斷噶啦。大家都知道 V100龍飛係有合體變形嘅結構，咁有好多朋友都非常驚呢砌呢一類型嘅模型。咁因為有陣時件同件之間嘅組裝，如果經驗比較少嘅師兄太大力，又或者夾緊嘅位唔啱呢，係會噏爆件嘅。呢一個龍飛大家可以放心，絕對係唔會出現我頭先提及嘅情況，而且我係完全感受得到設計者嘅用心。分件分析做得充足之餘，亦都唔會話令你有放棄砌嘅念頭。呢一部分大家要留意，將呢一 part 拉起，再用一啲力咧掹起呢一個位。將砌好嘅四方形零件套入去，將頭先拉起嘅兩件零件還原。呢一部分嘅組裝說明書表示要去到各部分完成，
身體同埋腰部上下作連接嗰陣，就要透過啱啱呢件四方形件咧去做接駁嘅。咁我覺得預先砌咗係會比較好。兩對翼同埋身體就完成啦。跟住就係腰部嘅組裝，唯一要注意嘅就係前裙甲嘅分件。大部分朋友都會好似高達系列咁樣選擇將中間剪開嘅。嗱，但係今次說明書咧就冇提及可唔可以剪啊嚇。咁我決定就保留。呢部機體嘅最大特徵，除咗分離同埋合體之外，咁我估大部分嘅朋友都會贊成位於前裙甲嘅兩個漢字啊，龍飛係呢部機體嘅象徵之一。80年代至90年代嘅日式機械人動畫真係好少會出現繁體漢字印喺機械人身上嘅。我相信好多朋友都係因為呢一個原因而認識龍飛嘅。上埋水貼，影一個近鏡俾大家睇啦。雖然身體同埋腰部嘅扭動角度基本上係冇，但係簡單嘅揸激光槍 pose 都擺得到嘅。至於大家最關心嘅跌件問題，咁我擺咗幾個 pose 都冇出現，咁反而有陣時呢，盾牌就可能因為重量嘅問題而跌咗落嚟嘅。腳部向前嘅角度大約係咁多，向後可以話係冇噶啦。大髀同腳部嘅夾緊大約係咁嘅樣，腳掌冇太多可動，腳踭就可以做一啲收納。手部連接身體有一個特別嘅關節，好讓成隻手可以做得到呢一個角度。有啲朋友覺得現今嘅高達模型膊頭甲要有一定嘅擺動角度先至合格嘅，咁呢個 V100龍飛唔知道能唔能夠滿足得到你啦。向上提起應該就唔能夠90度嘅，旋轉一定冇問題。呢個揸拳姿勢，我估龍飛都已經盡咗力㗎啦。而且高達時期嘅自護軍機體，大部分都會將激光劍柄收喺手腕上面嘅。嗱，呢一個龍飛當然都唔會例外啦。簡簡單單嘅揸激光劍 pose 都已經好有型啦。手部同腳部嘅組裝非常簡單。咁喺砌嘅過程中，介紹一下龍飛嘅代表性駕駛員，就係古利明啦。嗱，不過呢位角色其實都好大爭議嘅。咁起初就係哈曼大人嘅部下，咁但係去到二世高達嘅故事後期，就突然自稱咧係薩比家嘅正統血脈繼承人。咁唔單止率領部分嘅新自護軍反哈曼，而且仲帶波雷小隊出嚟，咁啊駕駛紅色同埋黑色卡碧尼。再誇張就係連同波雷二世一齊駕駛經密薩。嗱，佢嘅駕駛能力卓唔卓越呢？就真係好難講。咁但係佢嘅領導能力就應該唔差嘅。不過富野設計佢嘅死法，就係因為阻止波雷二世投靠奧岡，咁而喺槍林彈雨嘅環境之下行出駕駛艙，咁於是就俾女家駕駛嘅二世高達一槍射死咗，用咗為女死為女亡嘅方式嚟為古利明作結。咁相信各位朋友對佢最有印象就係我啱啱提及嘅情節啦。唔知道大家又點樣睇古利明呢位角色呢？嗱，其實佢比起馬士文已經好好多噶啦。接住落嚟就會試試佢嘅變形俾大家睇。上半身嘅變形都非常複雜。首先將兩翼組件拉起，咁我將下半身分開呢，方便自己。咁因為呢一個位呢，都唔係咁容易拉得起嘅。拉出嚟之後，就將呢一件四方形件呢插翻下半身。機翼同心口嘅位跟住說明書嘅指示嚟轉動或者拉出。頭部伸入去身體裏面。機翼跟住嘅變形呢，有啲似突擊高達嘅背包啊吓。咁基本上都係扭上然後扭落嘅步驟。總之，大家跟住說明書嚟變形就一定冇問題噶啦。盾牌同槍嘅變形都非常簡單。
盾牌呢就好似變咗做條尾嘅。咁而槍嘅組裝就要留意，要將呢一個裝同埋槍身嘅窿位呢，同呢兩個位作連接。咁安裝正確就係咁嘅樣，嗱，唔會跌落嚟呢先至係啱嘅。跟住就將兩邊膊頭夾拉落嚟啦，做埋少少修正，再將雙手向後拉，然後向下扭。駕駛艙記得呢要將個尖端拉翻出嚟，咁啊再裝翻上身上就完成噶啦。嗱，將上半身插落支架俾大家睇。咁我相信呢一個變形步驟，各位師兄睇完我嘅示範之後呢，都會心裏有數。咁我應該就只係會變形呢一次嘅啫。下半身嘅變形就簡單好多啦。先將指示嘅裝甲拉起，然後又將腳掌完全收入腳裏面。咁啊，將側裙甲拉起，以及呢將腳向兩邊拉開，最後就作一啲修正。嗱，呢個下半身嘅變形就簡單好多啦。唔知道有冇師兄係中意龍飛嘅變形呢？我將龍飛變翻做機動戰士形態，咁樣搖都唔會話出現跌件嘅問題嘅。相比起陸雞，龍飛就穩陣好多啦。嚟一個總結啦，龍飛嘅組裝體驗同埋外形設計，我覺得係優秀嘅。咁我之前影過同系列嘅 GP04同埋扎德多卡，咁我覺得呢個龍飛喺3個模型之中略勝一籌。如果撇除佢嘅變形步驟，整體嚟講缺點真係唔多，起碼唔會話覺得有軟骨嘅問題啊。唔怪之得 Bandai 係會為佢推出3個版本啦。如果中意我呢一段影片，記得俾我一個 like 同埋留言講下你嘅感受，最好當然係分享俾有興趣嘅朋友收睇。未訂閱嘅朋友，希望你會訂閱我呢一個頻道啦。好，下集再見。